江影，救我！该结束了。末世来临 ，AI 控制核心丢失，昔日的战斗武器0号裁决者暴走，成为无差别杀戮的嗜血机甲。唯一的庇护所钢铁堡垒，成了全人类逃亡的目的地。而我，靠一把遥控手柄，操纵着一具尚未暴走的机甲。Target locked。保护自己与男友逃进堡垒。可下一秒，遥控被男友青梅夺走，我被机甲吊到100米高空，命悬一线。至于你，我的青梅看不惯，那你就等着被暴走机甲碾成蟹泥吧。二人霸占机甲，成为众人追捧的保护神。可没人知道，高空坠落途中，核心结晶嵌入我的心脏，下一秒。世界上消失了一个江影，诞生了一位暴走机甲的新首领——超神机械姬。转眼间，我已经被停于钢铁堡垒穹顶之上，双手被钳制在0号裁决者77机械手掌中。地面是几十具暴走的0号裁决者，黑漆的巨大机甲。77将视觉屏面向我，数条红色射线从地上四面八方而来，刺破云层，齐聚在我身上。暴走机甲胸前的激光射炮蓄势待发。林岩身处天台，他勾起嘴角，搂着青梅宋瑶的腰。江影，要怪就怪你自己蠢。末世来临，谁不想有个机甲护身？对呀，闺蜜，林岩哥哥和这唯一一具没暴走的机甲，你都配不上。你也别怪我，待会儿我会帮你收尸的。如果还能拼起来的话。宋瑶，我视为亲妹妹的好闺蜜，瞥了眼如大军压印般的暴走机甲，幸灾乐祸笑起来。0号裁决者无意识，由相当于人类大脑的核心结晶控制，核心消失，机甲爆嘴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这具正被林岩操纵要摔死的我的0号裁决者773是唯一没有暴走的机甲，可以用一个遥控手柄操纵。100米高空，林岩宋瑶相视一笑，我瞬间飞速坠落。我眼透恨意，绝望闭上眼睛的前一秒，一道闪光在我瞳孔掠过，然后猛地洞穿了我的身体，不，准确来说是嵌入了我的心脏。我的瞳孔骤缩，闪过细小的电流，几十秒后，砰的一声，我砸在了一片钢铁质地的地方。可是预想中的惨痛全然没有发生。我以一种诡异扭曲的姿势踉跄着站起来，眼神空知不断有电流穿梭，在某种原动力功能下，心脏恢复跳动，躯态重塑。意识回笼那一刻，我发现自己悬浮在一具0号裁决者的钢铁掌心之上，银白色金属沿着肉体凡胎迅速贴合延伸，最后黑色视觉屏覆盖双眼那一秒 ，AI 核心重启，0号首脑归来，人类机甲融合集体诞生，代号1号裁决者。1号足以裁决任何0号机甲以及裁决众生。霎时间，我胸前的核心结晶与附近所有0号机甲的结晶重新链接。暴走的0号裁决者的视觉屏全部熄灭，像极了忠诚的钢铁士兵在等待首脑的指令。机翼展开，我升空几十米，透过号称钢铁堡垒的银色大楼，我看清了自己，末世的女王，超神机械姬。电子脉搏与核心共鸣震撼，我江影不但没死，还以王的身份复生了。0号裁决者的数据如流星丝线，源源不断向胸前核心传输数据。当前领域回收完毕，0号裁决者听凭差遣。既然肉身苦弱，那就机械飞升。我要建立我的机甲军队，现在还远远不够。我手掌在虚空抹过，随之出现的悬浮光屏将这座废墟城市全然呈现在我眼前。我视线定在钢铁堡垒顶层的2个热源点，机械手指猛地收紧，随着一阵能量波骤然横扫周围。
一道金色行星光刃从我掌心生长而出，唰，光刃划破空气，生出一道金色斩杀，将钢铁堡垒的穹顶瞬间横切两半。看着悬浮光屏上2个热源点疯狂逃窜，我笑了。我带领0号裁决者暂离钢铁堡垒，2个楼子的命不值钱，但楼还不能倒。从悬浮光屏上看，钢铁堡垒成了一个巨大的热源地，那是生命，是末世里苦苦挣扎的无数个僵硬。除此之外，悬浮光壁上还出现了其他2种光点，绿色光点代表着超出机械机回收范围的0号残绝者，他们仍然在暴走，混乱的程序需要靠近回收，从而终止杀戮，为我所用。另一种是悬浮光壁上高速粉射的红色光点，代表无法回收的病毒程序出现了。检测到病毒程序检测完毕，超神机械一裁决成功99.999%。核心结晶的机械音落下之时，我已经站在一座城市大桥之上。映入眼帘的病毒程序是一个储存着强硫酸的触手怪，它的控制中心在触手的焦点是一个计算机，显示屏上还在疯狂运转代码。触手末端是锋利的尖爪，尖爪中间的空洞里喷溅着强硫酸。触手怪将尖爪对准高空，造了一场强硫酸雨。银白色机甲从我身上推去，我伫立在大桥中间，瞳孔闪着钢铁的锐光。小姑娘，快逃！碰到一丁点就会灰飞消灭的。在众人惊惧的目光里，一大股硫酸喷溅在我的左肩。热源停下脚步，呆若木鸡。可我只是轻轻掸去那暗纹的液体。那喷溅硫酸的触手之一，手心画出金色光刃，默使出一道10钻成2半。只有不断变强，才能在这末世活下去。妈妈，这具机甲和其他的都不一样，它是来救我们的吗？没人知道答案，但下一秒，2具0号裁决者挡在了人类热源面前，钢铁身躯瞬间成了防御墙。所有0号裁决者机甲都是由顶尖钢铁材料制造而成，遇到腐蚀伤害，很快便形成了一层保护膜。是的，0号裁决者停止了暴走，他们迎来了新的主人。在我的意识控制下，0号裁决者发射出激光射线，那钢铁怪物所有的触手都断成几段。我伸出手掌，胸前的核心结晶产生光流，从胸前流至手心，又流向了触手怪的控制中心。只1秒，显示屏立刻熄灭，空气死寂，病毒程序已销毁，超神机械机裁决成功。不少人捂住嘴巴，热泪盈眶。砰！巨大的爆炸声让我微微偏过头，一波且平，一波又起。转头看去，我的视觉屏上映照出2具外形别致的机甲。他们袭击了我，却被我周围的0号裁决者及时挡住。攻击者是0号裁决者198、199，又称机甲骑士，他们同属于暴总的0号裁决者，但职能有所不同。机甲骑士被创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保护核心晶晶。但现在，显然，他们仍然在暴走，将所有一切都视为威胁，无情攻击杀戮。核心结晶一瞬链接了2具机甲胸前的结晶。随着2具机甲骑士的视觉屏熄灭，我淡定走近。不要，他们在攻击你！话音刚落，更多暴走的机甲已然包围了整座大桥，枪声爆炸四起，0号裁决者围绕在我周围进行反击，其他人类被保护在2具机甲中间。但热源太明显，更多暴走机甲朝大桥聚集。我淡定微笑，销毁了病毒程序。我的附庸该回来了。大桥之下，海浪涌起。198、199机甲守护在我左右，胸前的核心结晶一瞬间与成千上百具暴走机甲的结晶建立了光流，无数丝线在虚空中编织成了一张光流网。当前领域全部回收完毕，0号裁决者听凭差遣。我嘴角微扬，俯瞰着这座废墟城市，成百上千具0号裁决者都恢复了正常。与此同时，我抬头看向远方，那是钢铁堡垒。我感受到了0号裁决者773，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。毫无疑问，病毒程序控制的钢铁怪物也探测到了热源聚集地，如同野兽嗜血一般，找到了足以满足杀戮欲望的猎物。而我在高楼大厦间穿梭，身旁是2个0号裁决者，我的身后是数不清的黑甲骑士团，另一批已经开始护送第一批人类前往海上避难。我用 AI 核心结晶能力即刻链接了钢铁堡垒的智能监控，而另外一边，林岩手握操纵手柄，一手抱着青梅宋瑶，被愤怒的其他人包围指责：怎么能用机甲逃跑？之前那个女孩明明会操纵机甲救人啊！你们放了我们怎么办？那个怪物马上要进来了！把
机甲交出来，有了它，说不定可以击退那个钢铁甲虫。交出来！林言阴很不甘地操纵机甲，半空的0号裁决者773立刻挥动手臂，将大楼高层的窗户击碎，无数人类直接被打出窗外，从几十层楼急速坠落。你们爱死不死，老子要活，当然要用机甲逃跑了。有机甲在，谁敢拦？林岩哥哥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我们一会儿让机甲带我们飞走，转头就把这栋大楼炸塌。此刻，在我眼里，他与那只正沿着大楼爬的钢铁怪物毫无区别，冰冷、恶心。而大楼外，一只巨型的噬成钢虫正在攀爬。是暴走的0号，他们又回来了！你们快操纵机甲赶走他们！刚才你们不是说这些0号是因为害怕你们手中的机甲才突然离开的吗？救救我们！林岩哥哥，我们快走！见状，我连通钢体堡垒内所有监控。0号裁决者已停止暴走，恢复正常。话音刚落，噬成钢虫被一道金色斩击击中，我身后的0号裁决者军队立刻分成2队，其中一队直挺挺冲向地面废墟，在地面形成了机甲包围圈，与噬成钢虫展开激战。另一队跟随我悬停在银色大楼钢铁堡垒面前，林岩、宋瑶同时浑身一颤，机甲大军直逼钢铁堡垒。霎时间，我已经来到堡垒背后，映入眼帘的是2个渺小颤抖的背影和一具熟悉的机甲。我冷冷一笑，劣等生命裁决开始。众人抱头缩到角落，躲避玻璃炸裂飞溅的碎渣。尖叫声中，没人注意到我缓缓褪去机甲，落在众人面前。混乱声渐息，人们看着我，恐惧地颤抖起来。快跑！你身后！我左右两侧是机甲骑士198、199。我淡定挥挥手，198、199立刻随我解除机甲模式。众人戒声，看愣在原地。他们本身就被创造了拟人形态，露出了俊朗的面容与符合大众审美的身材。他们没有暴走。江影，你还活着？难道是这2个可以变身机甲的帅哥救了你？你是用遥控操纵他们吗？把遥控器给我，我就让林岩哥哥跟你复合，让你跟我们一起走，怎么样？众人朝宋瑶投去荒谬厌恶的眼神。林岩忽然操纵0号裁决者770，激光炮口瞄准了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普通人，冷冷威胁：江影，把东西给瑶瑶，我就让你跟着我。我没有理会，而是命令2具0号裁决者脱离激战，来到堡垒背后，悬停在半空。这里已经不再安全，他们会护送人类去往新的海上庇护岛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思考着我的话。2具0号裁决者已经打开了胸前的机舱，全然没有攻击的意图。爆炸声不断，是噬成钢虫在被围追堵截。众人看了看林岩与宋瑶，又看向我，随后毅然决然奔向机舱。林岩脸色慌张，0号持决者773的机舱怎么打开？江影，你之前不用机舱保护我，害老子一步一步逃进这里。江影，新的庇护所在哪儿？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只要你把我送到那里，我把林岩哥哥让给你。林岩伸手甩了宋瑶一巴掌。老子当初把逃进堡垒的机会先给了你，自己只能靠江影那个蠢货逃进来，你现在就翻脸。他怒上心头，直接遥控操纵0号裁决者773朝我发动攻击。可机甲骑士行动迅速，瞬间化身机甲挡住了攻击。198、199升到楼外半空，与0号裁决者773展开了战斗。宋瑶一脸羡慕：闺蜜，救救我！我是被林岩蛊惑了，你让这2具机甲护送我到庇护所好不好？宋瑶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老子也能操纵机甲。江影，这次我要亲眼看着你和你的小白脸灰飞烟灭。该玩够了。下一秒，机甲骑士199的合金利爪径直猛地洞穿那台曾属于我的机甲胸腔。0号裁决者773报废。机甲骑士199一记射线，将0号裁决者773的钢铁身针炸得七零八碎，灰飞烟灭。他手中的遥控手柄已经溶血成了液态金属，顺着指缝滴落。198、199重新归位，守护在我身侧。我眼中尽是俯瞰众生的漠然，
缓缓化身成超神机械姬的模样，手心瞬间画出金色光刃，直指林岩眉间。轮到你了。宋瑶尖叫一声，看着机甲碎片朝地面坠落，林岩恐惧地瘫坐在地。你们以为0号裁决者773可以保你们一辈子安然无恙是吗？二人一脸茫然无措，眼神绝望。毫无疑问，他们没想到0号裁决者773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解决。想知道0号裁决者773没有暴总的原因吗？很简单，哪怕是既定的成功，也伴随着1/1000的失败，而773就是众多0号裁决者里唯一的失败品。这怎么可能？0号裁决者773无论从作战能力还是防御能力，都不及其余机甲的一半，所以773不配得到 AI 核心结晶的控制。只由一个小小的手柄便可以调遣，正如现在的你们，不配得到我超神机械姬的怜悯，形同蝼蚁。773是超神机械姬，不屑一顾的失败品。他们尾音颤抖，忽然发觉自己好像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核心结晶随手弃之的垃圾，被你视作最后的显牌。那成为超神机械姬，足以主宰0号裁决者的我，你又如何应对呢？宋瑶跪在地上，满脸泪花。闺蜜，当初我都是被逼的，我也是为了帮你看清渣男啊！我根本不喜欢他，我们才是真正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一巴掌扇到宋瑶脸上，林岩立刻跪了下来。小影，我是在帮你考验闺蜜，我们一路走来那么不容易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分手呢？你还喜欢我的对不对？带我离开这里吧。离开这里？当然。谢谢你江颖，谢谢。我就知道你重情重义，谢谢。而我的声线经机械增幅，冰冷回荡在每寸钢铁穹顶。轮到你们体验被吊在100米高空的感觉了。机甲骑士将二人倒吊在100米高空，恐惧的尖叫声被地面的爆炸淹没。求你了，江颖，求求你！宋瑶一脸惊惧，她非常恐高，可当初不被吊在100米高空，她却始终幸灾乐祸。林岩张牙舞爪挣扎，忽然从口袋里翻出一个指挥器，按下的瞬间，整座钢铁堡垒露出攻击炮台，齐刷刷瞄准了我。机甲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怕炮弹？放了我，否则我让你被炸成粉末！我面无表情，随意挥挥手，整座钢铁堡垒的攻击矩阵骤然倒戈，炮口齐刷刷转向他们两个。粉末，那将是你们的下场。林岩彻底绝望了，手中的指挥器疯狂按了几次，炮台始终对准他们。超神机械姬搭载了核心结晶，所有 AI 智能只能听凭我的调遣。林岩宋瑶痛哭流涕，一脸悔恨。还不明白吗？在这样的末世，唯一的机械姬便是超神的王。我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闲话。求你让我去新的庇护所吧。闺蜜，我还年轻，求你让我活下去。末世，人们总会先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一切之上。众生渺小，无力拯救其他渺小生命不是错，但不代表一个渺小的生命可以裁决另一个渺小的生命。你们操纵机甲虐杀我，攻击普通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活着多好呢？我冰冷的眼神最后一次扫过两张罪恶的脸庞，下一秒0号裁决者便将二人从高空抛掷出去，柔弱的肉体躯干急速坠落，半空中二人被追踪而去的金色十字斩击不停击中。银色大楼下了一场红色的雨，地面上正在被围攻的噬成钢虫探测到了尚未冷却的零碎热源，
立刻伸出虫族，将肉块捕获，大块朵颐。停止攻击。我控制所有0号裁决者停止了攻击，静静看着噬成钢虫变成染血的怪物。或许是热源触发了其核心某种指令，噬成钢虫突然开始吸附周围更多钢铁，体型顿时扩大了数倍。它尖锐巨大的角可以瞬间刺穿机甲的钢铁胸腔，背部厚重的甲壳关闭可以当作防御，边缘锋利，飞到高空可以旋转，1秒内将0号裁决者切割成2半。甲壳打开，背部发射出脉冲激光，众多0号裁决者受我调遣，在半空中前后夹击。我穿梭在噬成钢虫周围，它的攻击目标顿时被扰乱。半机械半热源的飞行体高速绕圈，金色斩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断了它的7只虫族。我悬停半空，机甲骑士突然疯狂发动攻击，却都被其坚硬的防御甲壳挡住。我缓缓低头，发现最后一只虫族直抵我胸前核心结晶。不起眼的虫子也可能藏有剧毒。正如此刻，噬成钢虫利用它的虫族，正在朝我的核心传输病毒程序。红色光流进入我的机甲，所有0号裁决者此起彼伏发出警报。而我缓缓一笑，可惜我不是纯粹的 AI 程序，没有那么容易被病毒感染。我一把抓住那虫族，从结晶拔出，反而红色光流瞬间变成金色，调转方向，如同流星般从胸前结晶流出，沿着虫族流向了他的控制核心。超神机械击，裁决开始。那头号称噬成的钢虫还想挣扎，他那引以为傲的毒爪，现在不过是送他上西天的导火索。病毒对抗，在我的系统面前，他那点代码烂得像地摊货。别叫了，吵到我调律了。机甲骑士198199开火！一个遮天蔽日的黑白6钢星在废墟上空强行加载，我的金色光刃凌空一指，斩寂静，只有0.1秒。轰！6星连环炸，号称不可摧毁的块壳，现在比路边的碎玻璃还在。但玩这种钢铁怪物，超神阵机械毁，裁决成功。尘埃落尽，视觉屏上一片安宁，原本密密麻麻的红点消失了。可就在这一片死寂里，突然跳出一个微弱的、快要熄灭的热源。他，那个浑身是血从废墟后面爬了出来的男人，我认出他了。可现在那是红着眼眶在那嘶吼。那个女孩是在救人啊，可现在他呕出一大口血，眼神涣散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屏幕上他的生命体征红得发黑，跳动得越来越慢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呵，想死问过我了吗？我随手一招，一枚散发幽光的0号裁决者结晶破空而来，稳稳落入我掌心。原本他该被镶嵌在机甲上的心口，但现在他在迷茫中睁开眼，看着那枚足以改写基因的禁忌之石。我赐你荣光，从今天起，听凭我的调遣。0号裁决者773激活成功，链接建立。原本该死去的青年发出了痛苦却又充满力量的低吼，皮肤下银色的流体金属开始疯狂蔓延。他跪在我脚下，机械眼中疯狂跳动着服从的指令，但我发现他的手却在剧烈颤抖，似乎想去触碰我的裙摆。主人，我冷漠地看着他，视觉屏裁决773产生逻辑偏差，情感核心正在强行加载。你以为救了他是仁慈？江莹，你亲手把他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新的怪物，现在看看他的背后吧。自己早就被污染头了，还是说就是林岩埋在我身边的最后一颗炸弹？我新制造出来的宠物背后的脊椎处，竟然伸出了一对跟刚才那个钢虫一模一样的毒爪。江莹，你杀过人，一个沾满鲜血的首领，到底是庇护还是灾难？难道你们想活在随时会被虐杀的恐惧中吗？我韩萧从未杀人，我愿成为你们新的神。江莹，为了全人类的未来，请你自毁吧。那些曾被我从废墟里抠出来的命，此刻在用沉默投掷处决我的一票。自毁吧，江莹，你死在那一刻，会在世人心中永生。在那群看着被吊在100米高空却无一人敢言的懦夫心中永生。若论道德，这里的人没一个配活着。笑的笑容僵住了，因为他眼中的提线木偶动了。我持剑从空中斩向机甲，最终机甲被我分割开。他坠入无边大海的最后一秒，我将最后一道指令强行灌入他的脑海。你以为机甲骑士的警告是给你的？不，那是我在给你的野心最后一次倒计时。没有我的调遣，这世上谁敢对神伸手？那枚能改写世界的结晶，在我手中灰飞烟灭。号裁决者773裁决完毕，身份抹杀。我们跟韩萧不一样，求你别抛弃我们。
重建未来吧。我下达了最后一道底层指令，所有的0号裁决者不再是兵器，而是重建者。保护热源被刻入他们的灵魂，他们将永远守护人类，直到文明重启。这个末世已在我手中终结，只有新人类继任。警告：检测到地球核心深处有更庞大的机甲群正在苏醒，他们的编号是-1号。